我在这里边我合计了一下，不行的话，你就把我那几个房子你都卖了吧。不用哥，不用，现在有人愿意替咱掏这个钱。谁呀？那天龙集团。哪个天龙集团？我咋不知道呢？就那个陈总。哪个名儿？陈胜龙。谁？陈胜龙。他那个公司在市里很有名，而且陈总也答应了，帮咱付工人的医疗费跟补偿款。哥，我也是实在没办法，这么好的机会，咱还是把矿卖了。哥，万海在这儿呢。万总，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道歉的。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解开不就好了吗？哥，你咋了，哥？哥，你啥时候跟这个陈胜龙搭个上的呀？我没跟他搭个，是管委会那个刘主任带着来的，是他主动找的咱。啥时候的事啊？就前一段时间啊。哪天呢？哪天一两个礼拜前吧。几次啊？总共就一两回。我是觉得他条件给的还行，跟他唠了唠。那你告诉我啊，这次是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吗？因为那杀手了，是我放的。如果你哥不同意把矿给我，小万总的命就交给老天爷吧。这公安定的性啊！哥，你啥意思啊？万海无罪，我们不是黑社会，全都是诬陷。你告诉他们，你不是黑社会，是王宇陷害你的，这是冤案。张文静说的对，我爸不是黑社会。我问你，我是黑社会吗？你不是吗？就你现在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头目，这件事儿是板上钉钉的。之前向你保证的判决结果，立功减刑，什么都不会变。我就按他说的，找人把王玉给打服了，强迫王玉在合同上签的字。合同也是张文静你的，娱乐城保安把人打残的事儿，也是张文静找人做的伪证，帮我擦擦屁股。我是黑社会，永远是。被告人万海数罪并罚，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。这样啊，你告诉那个于天成，要想弄死我吧，用不着绕这么一大圈子，还判了我10年10个月。那合计3年前他就惦记这事儿了，是吗？这个矿，我卖给谁都行，唯独他不行。你就把我这话，你告诉陈胜龙，让陈胜龙告诉他。哥，你们这中间到底还有啥事我不知道啊？哥，我真扛不住了，哥，扛不住了。你不知道那个陈胜龙手贼黑。他想要的东西，他必须得到手上。他啥事都干得出来，咱弄不过他的哥。
记住了，洪亮，比起一个错案带来的长久的社会影响和法律影响，个人犯错的责任其实是微不足道的。指挥室里边，所有来的领导都可以在这块儿来。请安大人。曹爷，老曹，老曹！哎，看见洪组长了吗？电话也打不通。看见洪组长了吗？没有啊。哎，收拾收拾，一会儿开会了啊。你去楼下帮着搬凳子，小张，把这几个灯搬一下。郑局，看见洪组长了吗？没有啊。好玩吗？真有你！多大个人了还玩这个？走，赶紧的吧，都等着你开会呢。玩呢？啊，洪亮，我说你是干嘛呢？在这儿，从成立专案组开始，你就这样萎靡不振的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啊？我可以信任你吗？我给你讲个事儿啊。我不看了。上车！哎呀！
去哪儿啊？阳台馆啊。这天都快亮了，垫过肚子，没开门呢。开门了。开门2小时以后呢？开门了，我说开门了，肯定不可能开门。我说开门就开门了，你在东平，我在东平，一个阳台馆你都不信我？洪亮，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？你刚来东平上我们家吃饭，我问你为啥来的，你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查什么郑雅萍？你这脸皮够厚的，你什么犊子都敢跟我扯。哎，你是11部的人，你到这儿来，傻子都知道你不是奔着张文京来的吧？行，你们有纪律，我尊重你，我不问，但我怎么跟你表的态，还记得吗？我说不管你怎么办，你要查什么，我都无条件支持你，但是你要告诉我，你怎么做的？你查来查去查了这么多事儿，你都查到我的主办检察官了，我怎么办？万海案怎么办？我去换新人吗？还是我自己上？时间成本呢？万海案是有期限的。洪亮，我求求你了，祖宗，我支持你工作，拜托你也支持我的工作，好吗？哎，我早就支持了。我有可能帮你清除你队伍当中的蛀虫，我怎么不能帮你了？他家里发现金条了，我不能查吗？乔振兴死了，死的不明不白的。我说2次尸检，人没了，给烧了，你听过这样的事儿吗？2次尸检这事儿，我给你们单位就你一个人打电话，你就给谢鸿飞打电话，谢鸿飞就。我不该查吗？所以，乔振兴重要，还是谢鸿飞重要，还是你的万海案重要？洪亮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。我的位置决定了，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。那咱俩说啥呀？反正呢，咱仨呢，只有你还能穿检服。我马上我脱衣服我走人了，对吧？那位呢，挫骨扬灰了，穿不上了，就说告别会人想穿身简服都不能穿。他不冤吗？你好好穿着，替我们俩争口气啊！完了呢，对得起这身衣裳，心里有杆秤，你自己好好称量称量。我有什么可称量的？称量怎么做人？你称量怎么做事儿？你心里边有答案。说谢鸿飞怎么样不重要，乔振兴怎么样根本不重要，就是万海案在你心里边最重要。因为万海案整明白之后，你这个代理俩都拉走了，你就是李仁俊检察长那个李仁健。洪亮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查谢鸿飞，查乔振兴，就是为了想查我。来啊，随便你查，我等着你查我。他是今天早上放的吗？我都在这儿待了1多小时了，上班之前我就来了，没见雷广发出来呀。师哥，我刚问了，雷广发早上6点多就被提前释放了。
来了。大哥，你这件事一定要在这儿办吗？申局啊！别的地方办不了是不是？怎么的？有人给你罩着打保护伞呢？你就这么大能耐啊你啊！我这天到晚的，我净跟你们擦屁股了我。你乔振兴的事儿你刚刚落幕，你现在又弄出一个雷广发的事儿，怎么的？你觉得我太清闲了是不是？必须得给我弄点事儿出来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要是没有我的人，预审之前就震慑他，一进去就把你给撂了。到时候我看你还有心思在这喝榨汁儿，你到时候扎针你都来不及。对，您说的对，你消消气儿。雷广发，我现在人已经给你放了。人也已经被你们接走了，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，把嘴都给我封上。再一个不小心出去乱讲，就会把我给牵出来的，知道吗？我给您保证，啊，这一定老老实实的，不给您添任何麻烦了。你保证不就是放屁吗？你哼什么呀？你添的麻烦还少吗？以后做事动动脑子，别总侥幸。孙局，来，您看看。沈局，您看这样成吗？还是用别的方法？这整也没有用。是。指导组不好对付，一定要小心。行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沈局，您慢走啊。这个您今儿批评的对啊，以后我们一定都把工作做到位，不给您添麻烦。沈局慢走啊。来。啊，是的，慢走。告诉熊哥，做掉雷广发。雷广发这胖子还挺有劲儿，挺能折腾，这次有点费劲。你们知道一吨垃圾能发多少度电吗？500度。也就是说，这一爪子下去，差不多能抓10吨左右，大概能发个5000度电。所以说，再折腾又能咋？雷广发折腾了一辈子，烧了也就能发个10几度电。他还不如垃圾。哥，雷广发找不着了。可是今天放上来了，什么叫找不着？雷广发6点多就被提前释放了，接着就失踪了。我上他家也看了，家里没人，电话呢？电话通着，就是没人接。他常去的地方我都去了，澡堂子，还有那麻将馆，根本就没人看见。再找吧，明白。您多费心，在尽快帮他戒除毒瘾的同时，一定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。明白，请放心。
大娘，大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来看看大娘啊。这时候了，你怎么还敢来啊？谢主任，我今天来啊，真不是找你的。你看，大娘之前做手术是我给找的专家安排的医院，我得负责到底。大娘，来，干嘛呀？这是，来，谢主任。老谢，你说你担心什么呀？这不没事吗？你这身衣服还穿着。程子健，我没什么可以再帮你们的了。张文静的事儿我尽力了，别再来缠着我妈了。可我怎么觉得我对老娘的关心还不够呢？别这样，老娘的病啊是个持久战，以后方方面面的康复啊、打针啊，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。张文京的事儿你辛苦了。是办案失误还是人为的原因啊？还没查清楚啊。赖书记，您觉得这个会影响上面对整个万海案的态度吗？连续2任主办检察官出问题，再加上张文京案，现在很可能是被扩大化的，你说有没有影响？这月审跟洛审都是许正清想要的，两者之间肯定有什么联系才对。是啊，月审、洛审这俩大神真够神的。相传他是春秋时期的宝玉打磨成的，之后又由宫廷大将改成了吊坠，后来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丢失的。哎，你想啊，月审和洛审都是抗日战争的时候遗失到民间的，丢的那些。哦，这就是遗落的那批东西里的一个吧？那天晚上，虽然我扒着门缝，但我听得清清楚楚。老头说，当年这批文物啊，是几个军阀头子多年搜刮的绝世珍品。为了躲避战乱，分3路运往蜀地，其中一路呢，说是南迁，其实是先往北行，从徐州到西安，再从宝鸡入川。原计划是这样，可是当年时局动乱，去往蜀地又路途遥远，大部队的行进路线不得不时常改变，其中一支几10人的队伍与大部队走散了。这一队中既有国民党军官，又有管理文物的学者，还有一些专门用来应对沿途毛贼山匪的江湖人士。我师公庄鹤亭就在其中。
日本人知道了护送这批文物的行动，出动各方势力，企图截获这批文物，甚至还出动了侦察机。队伍行踪暴露了，继续带着这批文物是无法突破封锁的。为了不让文物落到日寇手中，领队的军官决定将文物藏到一处天然的洞穴里，让文物专家在月神和洛神上做了位置的标记，以便在战争结束以后能够找回山洞里的其他文物。为什么记号要留在这2样宝贝上呢？让人记下来，或者写在纸上不就行了吗？那是战争年代，随时都会掉脑袋的。写在纸上也容易损毁，把位置信息拆开，分别标记在这2样东西上。一是隐蔽，一般人轻易不会看破上边的标记；二是它们本来就是文物，哪怕落在敌军手里，也能保存下来。可这2样宝贝不会有损伤吗？怎么可能会伤着？那些人可都是行家。再说，那庄老头虽然没明说，但是我估摸着，这2样东西的价值加起来，都远远比不上埋藏起来的那批文物。这就叫舍小保大。之后炸插洞口，将文物隐藏。出于安全和保密的考虑，军官决定这2样东西由2队人分别带走。月神交给了一位文物专家，洛神便交给了庄鹤亭，并叮嘱他们突围后在约定的地点见面。在沿途中，庄鹤亭看到随行人员为了保护这批文物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最后只有他一个人侥幸地活下来。当他赶到约定地点，另一队人却始终没能出现，至此月神下落不明。他背后隐藏的信息也无人提起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当年护送月神的人没能突围，全军覆没了。仪式，你说这个数字，它会不会是位置的位置坐标啊？我明白了，罗队。要想把棋局上这些棋子转化为数字，可以用直角坐标来代替。中心点不是从天元出发，而是从左上角这个地方开始算，横轴跟纵轴分别是1到19。而这4颗多出来的棋子分别就是24、28、33和38。但是等会儿，但是你这4个数字凭什么他在前，他在后？如果是打碎了重新来的话，这个排列组合有多少种？也是。
顺序搞错了。为什么错了？入府铮正，党旗从宽。能屈则屈，可立则立。成形已非，安定庇护。时间虚阵，开合得失。想乱了啊！棋子落子的顺序不同，结果就不同。想要死中求和，这是唯一的解法。文杰，月神之泪上的数字和你现在算出来的数字合在一起，会不会就是经度和纬度？这要变成东经和北纬，我成东经和北纬，我成东经和北纬。冷湖镇，压丹魔鬼城。表哥啊，其实您以师伯的身份接近庄文杰，取得信任，再慢慢套话，不也可以得到这个秘密吗？干嘛这么费劲啊？哎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庄文杰他爸庄耀柏是因为洛神而死的，我贸然出现，再拿出和他爸一起失踪的洛神图，我怎么解释得清楚呢？一旦他怀疑我的身份和目的，有了闪失，他再学他爸接着糊弄我，我这辈子就再也别想得到这个秘密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只有这么做，才能让庄文杰主动说出这个秘密。是啊，老天爷帮我呀！阴差阳错，他庄文杰撞枪口上了。红姐他们的行动，不光让我除掉了多年的对手，还让我顺利的接近了他。哎，租车公司吗？不是下午3点到吗？怎么没见车影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个司机啊是个新手，他应该快到了，您稍等。这什么人呢？这没到无人区，人就不见了。抱歉，您稍等啊，应该快到了。嘿嘿，二老板到哪儿啊？没车咱也有骆驼。去。哎，是吧？行，赶紧装车吧。啊。车票拿去啊！不，别走，同志！哎，干什么去？别动！哎呀！
我们根据庄文杰提供的线索啊，成功的抓获了洛神案、廖德同金库被盗案，还有月神之类盗窃案的主谋许正清。哎，对了，我们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呀，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批民国时期失落的南迁文物。这回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的罗坚大队长那是立了大功了。我们也得感谢省厅的苏英同志，还有其他同事的鼎力相助。报告。有个情况，这次庄文杰确实情况比较特殊啊，走点弯路，是受了这个徐正清的蛊惑。但是后来呢，积极配合咱们警方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，所以咱们这边对这个是不是？行了，你就不用多说了，这些情况我们自然会考虑的嘛。这是。哎，对了，你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尽快的审讯徐正清和丁生活。明白。看看他们身上还有没有其他的案子。苏队长，这回怎么换成你了？这几天你们频繁的提审我，又问不出什么新问题，不累吗？许正清已经落网了。我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我也不认识他。没关系啊。那你要不要说说，12年前你是怎么害死庄文杰的母亲孟小雨的？这是许正清说的，他就胡说八道。刚刚不还说不认识吗？现在又认识了。丁生活，别扛了。你都替他扛了12年了，你不累吗？老队长，既然你抓到了我没什么可说的。你们所掌握的证据，我都认，包括谋杀庄文杰未遂。没了。能就这么点事儿吗？那我倒要看看，你还给我安上什么罪？有个餐厅你去过吗？叫老味道餐厅，改名了。12年前，这家餐厅叫好味道，也就是2007年6月9号下午3点11，你去没去过这家好味道餐厅？要不你抓紧时间吧，要不然你儿子就得去见他妈了。在庄文杰学校附近的餐馆里，许正清用从他们家顺来的那张照片威胁庄耀白：“你他妈还是人吗？”说是要对他儿子下手。庄耀白和姓许的发了火，但是他害怕庄文杰再出什么事儿。最后还是答应去偷洛神。许正清没有直接参与你们的行动，他永远都躲在我们后面最安全的地方，怂恿我们去冒险，说在后面接应。小雨，耀白，弟妹的事儿。确实是个意外，我也没想到能搞成这个样子。你看，实在不行，那钱我再多给你追加100万。在偷东西的当天，许正清一直暗中盯着庄文杰，那是他威胁庄耀白，保证洛神到手的筹码。不承认，没关系，当年的监控都拍下来了。
而且我们对监控视频都做了复原，经人指证，背对监控的那个人就是你。其实我还不是想问这件事啊，我想问的呀，是洛神丢的那天，也就是6月12号，你又去了一趟好味道附近，你在跟踪一个人，就是庄文杰。但是你跟来跟去发现不对劲，因为你也发现还有一个人在跟着你。我瞅那个半截袖，那个黑衬衫啊，你怎么不可能？跟你的那个人也是一个警察，叫方海忠，我认识，他是我刚当刑警的时候带我的师傅。你害了方海忠，你害死了我师傅。站住！站住！你有证据吗？我们再说说庄家老宅的事呗。罗队长，你这事儿不行，你又换另一样。你不用吓唬我。我当时搬进庄家老宅的时候，里边的东西我从来没动过。那犄角旮旯里放着什么？那也是庄耀柏当时他们留下来的。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？我得感谢你，我感谢你什么都没动过。嗨，这个老宅啊，2楼有间卧室，对吧？这个卧室呢，当初就是庄文杰的父母住的地方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门一直锁着，你也不进去。你跟庄文杰说的什么呀？你说你害怕进去触景伤情，你到底害怕什么呢？徐正清啊，当初就是你亲手杀了孟小雨，对吧？你胡说什么？那是丁生火干的，就是丁生火，是丁生火用手绢捂住了孟小雨的嘴，但是丁生火也招了，这个手绢你给的。这个就是从2楼卧室找到的。我们在这个手绢上，不光找到了贝塔受体阻滞剂，还找到了你的 DNA 组织。
这不就是证据吗？再加上丁生火的供述，足以证明孟小雨，也就是庄文杰的妈妈，是你们2个人合谋杀死的。如果这些还不够，那你再跟我聊聊12年前庄文杰的父亲庄耀柏是怎么死的。2007年6月12日下午5点29分，就在这儿，我父亲驾车撞出栏杆，坠入江中。对于那起意外，我也很遗憾。你确定这是意外？庄文杰，别想着替你爸报仇了，没有用的。报仇？你是说我爸不是因为意外死的，他说我爸是被害死的，你怎么解释？我逼他去偷洛神，间接发生了那场意外。要说害死他，也说得通。说得通吗？我查了12年前洛神的卷宗，不对劲的。你们看，当年我们警方一路追踪着，就在庄耀柏事故车的沿途找到了这个汽车泄漏的刹车油痕迹，而这个痕迹一直延续到阜成路。很可惜，我父亲开的车，整个车头在江中被撞毁，没有办法看到刹车油管的情况。既然没有证据，那就是一场意外。谁告诉你没有证据就是意外？没有实证是因为我们一直都不知道洛神案里还有第3个人，那就是说不可能出现倒手的情况。但是自从我们知道了有第3个人的时候，就能确定洛神完成过交接。要完成交接，势必需要时间。而所有事情的关键都在于最早出现刹车油痕迹的我还是那句老话，这儿没有摄像头，你拿什么证明刹车漏油跟我有关呢？你还嘴硬是吧？这条路上是没有监控探头，但是不代表这条路的南北口两端没有摄像头。我查了，根据庄耀柏的车进出这条路的时间，根据他的车速，能算出来，庄耀柏的车在这个位置至少停留了2分钟。在这2分钟里，洛神被转移，刹车油管遭到破坏。在这2分钟里，唯一有机会接触到庄耀柏的，只有拿到洛神的你，许正清。
所以，12年前，庄耀柏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是快出院了。还是年轻啊，身体素质好，恢复得快。哎，你们那个同学那个小林没过来看看你？你们俩进展怎么样？没什么进展。抓紧啊！说说小孙吧，他帮你搞的这个黑客技术这件事儿，我们已经严肃地批评过他了啊，能耐还得用到正道上。陆队，你们那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？许正清全招了，不光招了12年前洛神案的事情，而且还供认了害死你父亲的事实。师弟，辛苦了。老丁呢？啊，出了点意外，折在保险库里了。哦。洛神图呢？在后备箱。哎，兄弟厉害啊！一出手就马到成功啊！这份情我会记着的。啊，以后呢，我只希望你离我和我家人越远越好。啊，这当然，我说话算数。这要是和你，哇，你再帮我个忙，这车呢，你得开到这个临江路71号去，那是个旧的停车场，这车得在那儿毁掉。我都安排好了，你开去就行了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你父亲真的已经离开了。我知道，但我还是不明白，既然他也早就知道了洛神背后的秘密，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许正清，而是要等到我的母亲被他们害死，还要冒险去偷洛神，最后把家里搞成这个样子？我给你讲个故事啊。当初洛神案案发之前，我师父曾经收到过一张纸条，是有人向他报信。我现在分析呢，这个报信人就是你父亲。东西就在茶园金库，具体时间呢我会通知你。你别着急。我师父是警察，你父亲是跟我师父完全不一样的立场，但是他选择这么做，
可能因为他当时有了家庭，特别是有了你，所以他下定决心想把自己重新活回一个好人。他知道许正清的真实目的并不是洛神，而是洛神背后的国宝文物，所以他既想破坏许正清的计划，又想保护你，让你不被牵扯其中，深受其害，于是才做了如此艰难的决定。别纠结这些事儿了，都过去了。斯人已去，活着的人生活还得继续。你还年轻，得往前看。所以我也该从你的生活当中消失了。你出院的时候，我就不在了。走了。你父亲曾经一直想堂堂正正地站在阳光里，多好。我来晚了，对不起。我来的太晚了。
文杰，快上课了，一起走吧。哎，等一下。嗯。